我们讲完了刚才这个 interrupt 的这个机制之后这个是在处理计算方面我们电脑架构的原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电脑的运作当中，在储存，应该说在资料的读取的过程中，它处理的基本的方式那这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就是会发现我们的电脑很重要，就是要处理资料而且这个资料很多是常驻的，像我们的档案，所以这些资料呢，在我们的电脑的这个架构里面的储存呢，其实是透过一个 hierarchical 的架构也就是越上面的呢，就是越快，但是它的空间越小，对不对？越下层的呢，它就是存越多资料，但是它的速度就会越慢那当然价格也会越便宜，所以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子一个 hierarchical 的结果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很有钱，是不是我就全部都是某一个这个储存？当然可以啦，所以你今天 build 一个电脑，没有人说一定要长什么样子所以这是很有弹性的。只是说你会发现，在有限的钱跟你考虑效率，对不对？你的价值的 efficiency 的角度的话，你会发现用一个 hierarchical 的方式，通常可以达到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你今天再花更多的钱，也不会让它变得更快那其实最好就是适度的用一个 hierarchy， 可是每一层到底它的大小要多大多小，到底要放什么资料，这就看你的设计咯，对不对？所以设计好的人，他就可以就会表现比较好设计不好的，你花很多钱下去，装了很多的 memory， 怎么不会变快？这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它是一个 hierarchy 那我们就来这个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hierarchy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有的储存的这些 device 大家应该大部分都还蛮熟悉的啦对不对？我刚才没有仔细的 go through 啦，不过上面是 register 嘛 ，CPU 里面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有 cache 你们学过 computer architecture 就会知道，我们有所谓的 L1、L2、L3 就好多个 layer 的 cache 我们之前介绍 multi-core 的 processor 希望大家还记得，也有所谓的 cache， 对不对？而且 cache 是比较上层的 cache， 可能是每一个 core 有自己的，下层的 L2、L3 可能是 share 共用的所以有一些问题要处理那 memory 当然大家知道，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是 CPU 可以 access 的，剩下所有的就是我们统称的 secondary 的 storage 除了 memory 下面的那当然就从这个 hard drive， 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光碟，对不对？到了 tape 大家不要觉得好笑，怎么还画 tape？ 是不是过时啦？tape 就像那个录音以前的那个影带一样不是这样子的现在的电脑系统最 fancy 的系统里面，储存的最后一层仍然是 tape 第一个它便宜啦那这个存的东西可以多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它不太容易坏跟其他比，像这个硬碟有没有？你丢一下它就爆了，对不对？SSD 你可以浇水看看，它是会坏掉这个除非你是捶它地震把它压烂了，不然它都可以运作所以其实比较 reliable 的怎么样让它快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个你有 hierarchy 嘛所以其实真正的大型的系统，最后的 storage 最后一层仍然是所谓的 tape system 坐在后面但是你需要很多层在上面来加速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吧 ？Flash 有没有？或者 non-volatile 的 memory 储存这边其实技术也不断的在进步不要以为它是很古老的东西了其实有 Flash 就像 SSD， 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对不对？那还有甚至于是 memory， 可是它是 non-volatile， 就是它不会因为你把电关掉，资料就会遗失，都有。所以这个 hierarchy 这个只是仅供参考，这是最 traditional 最 standard 的。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 storage device 会插在这个的中间那看你怎么去选择好，但是呢，它绝对不会跑掉的，就是刚才说的这3件事，这个速度所以上层的速度一定快这是它做出来的制程的方式。第二个是钱，对不对？这避免不了，你一定要考虑到钱这件事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volatile 或 non-volatile，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volatile 的意思就是你会关掉之后它就会遗失，就像 memory 大家知道的，对 memory 啊 cache，memory 以上的那些全部是 volatile 啊，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 error， 你的 system crash 了，你的资料就没了，哦，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个缺点，好，所以才说有现在这种最新的 non-volatile 的 memory 跑出来。哦，这个带来无限的希望，对不对？因为它是 memory 啊 ，supposedly 跟它差不多快，而且它不会因为断电就没有哦，所以可以想见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solution。当然它的钱比较贵咯，所以还是在 hierarchical 的中间而已，你也不可能全部都用 non-volatile memory。好，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储存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分隔点。其实就是 main memory 这一层，因为回到了你们之前最早介绍 computer， 我们说这个 von Neumann 的 computer architecture 嘛 ，memory、CPU 跟 I/O device，memory 是那里面的其中之一，所以 memory 是不会变，只是你可以在上面、下面加入很多东西啊，可是 main memory 还是最主要的，而且它之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 CPU 可以直接 access 的这个 device 的最后一层了哦，所以你必须要把资料放在 memory 里面，它才能够被 CPU access。它上面你可以有很多层，像 register 啊 cache， 可是这些都只是 copy 而已，对不对？最后这些资料还是以 main memory 上面的资料为准，好，那才是 CPU 可以执行的。好，那它的技术当然就是 RAM 啦，大家也都知道 RAM 嘛，所以去买电脑插 RAM 就是指你在增加你的 main memory 嘛。它的简写就是 Random Access Memory， 对啊，就是 RAM 的简写。好，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memory 以下的全部我们通称为所谓的 secondary storage， 所以代表 CPU 没办法直接读。如果你要把资料放在那，你想让 CPU access 的话，你必须要先把它搬到 main memory 里面之后才能够被读，所以会比较慢，这是难免的。而且越下层一定越慢，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Real-time system， 那它们接起来就是 hard real-time system 不会有 secondary 的 storage， 因为你还要在那边做搬移 copy， 这太花时间，它要立刻可以 access 才行。好，那 secondary 的 storage 呢，它 in general 啦，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就会它的特色就是它一定会比较大，因为它毕竟比较便宜。还有一点呢，它就是 non-volatile， 所以它这个断电之后，你的资料可以仍然保持的。好，那 main memory 大家都知道，它都是指的意思就是暂时的而已。好，你就只能漏到 memory， 然后让 CPU 开始执行。好，最标准的当然就硬碟咯，对。可是不要忘了，现在有很多 device，SSD， 还有很多 flash， non-volatile memory 等等，这些都是 secondary storage。这个稍微知道就好，这个跟 OS 毕竟比较无关，可能或许电机系的可能会更熟一些啦，就是这个 RAM 的做法其实这个所谓的 Random Access Memory， 其实它的制成的方式有分成所谓的 DRAM 跟 SRAM。那简单来讲，就是 DRAM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 transistor， 所以它比较小所以当然比较这个便宜。然后呢，它花的这个 power 也比较少，所以都很 efficient 这样子但是呢，它的速度就是比较慢也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main memory 所以 RAM 里面的 main memory 那最下层那个。之前或现在大部分还是就是用 DRAM 去做啦那差别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多 improvement 的地方在于 SSD-RAM 的那些 bus， 所以如果你去看买电脑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它是 DDR 几，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memory bus 是什么，因为这些 device 其实速度都还算蛮快，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你有很多的 core， 因为我们电脑越来越多 core， 我们教了嘛大家都抢着要去这个地方读资料，所以那个 channel 那个 bus 常常才是真正的 bottleneck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 protocol 不同的方式，那个把它 channel 给打开其实比较重要那至于 RAM 的速度其实就是那样，它倒不是那么个 critical 了现在好，那另外一个技术呢很成熟就是这个 SRAM 了那所以差别一样嘛，就是比较大、比较耗电等等。大家速度就是快所以它也比较贵，所以通常就是拿这个技术去做所谓的 cache 的部分 ，L2、L3 对 L1 这些 cache 的部分的 memory甚至于到 register 就是用这样的制程技术
所以大家只需要知道啦，就是因为它制程技术的不同，才会导致那个结果，对不对？就是它的速度的影响，还有它的吃的占的空间啊，它的 cost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大部分的这些 solution 它都是有 trade off 的，因为越快的嘞，它通常就是越贵等等。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技术它完全 dominate 另外一个的话，谁还要用旧的嘞？很快就被淘汰了嘛，所以你不会看到这样的 device 的存在，哦，这是很自然。所以未来还有没有这些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如果有一些真的有什么新的 technology 发展出来，又便宜又快又好，那当然你就被淘汰掉了，哦，就会从那个 hierarchy 上面消失了，哦，好，所以这只是要大家知道，就是不同技术，所以才会造成的结果，哦，但是那些都要 random access， 就是意思是什么嘞？就是你读取任何，好，讲完这句话了，任何位置的资料，它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今天它不会因为你读第1个 byte 还是第100个 byte，它读取的时间就不同，因为你是 random 嘛，所以你希望你的读取的速度可以一致。哦，还记得我们讲了 new 码跟 u 码吗？对不对？所以这是很相关的，就是使用者都会希望系统提供的效能是一致的。我每一次 run 的结果它要一样，而且效能也要一样。不然你很难去控制这台电脑，哦。那 random access 特性就是这样，它可以保证它一样的 access 的速度。那我们等下回来会讲 disk，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 disk 它就会根据你读写的位置不同，它花的时间不同，哦。那这是它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哦。好，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